今年风很大的车银优 Enhypen 线下买票的 VR 虚拟演唱会巡演，其实用的就是 Amaze VR 这个应用。如果你有 Quest、Vision Pro 或者 Pico 都可以下载，然后付费购买已经登录线上的 VR 演唱会。当然，现在还在线下巡演的 VR 演唱会需要等待结束之后才会上架。Amaze 制作的 VR 虚拟演唱会是独一档的存在，虽然仍然只是180度 3D 视频，但他们利用 CG 绿幕制作的表演舞台，解决了纯实拍所存在的空间透视畸变问题。即便观看时歌迷粉丝不能自由移动，但是观众及摄影师视角依靠运镜配合舞蹈走位动作，表演艺人时常会怼到你的脸上，跟直接亲脸亲嘴没有区别，卡粉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你之前在 VR 里看过的那些通过几个静置固定机位拍摄的视频，99%都只能算是全景的 3D 演唱会，只有 Amaze 制作的才够格称得上 VR 演唱会。考虑到内娱和 K-pop 中粉的直观消费力，以及今年国内 VR 线下娱乐大空间的火热，把这两者结合一下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生意。无论是代理 Amaze VR 的国内业务，还是直接针对内娱创业做他们的竞品，都是一种方向。我看 Amaze VR 都有在微博和小红书开官方账号，肯定是想进入国内市场，但是在实际落地方面目前还没有完全走通。他们目前的盈利方式就是帮艺人定制 VR 虚拟演唱会，然后线下跟几家影院谈合作，卖票做巡演。最早他们都是欧美艺人从前2年开始就专攻 K-pop， 等线下巡演结束，有些艺人的 VR 演唱会就在线上放出，比如现在 TXT 的半小时 VR 演唱会，包含6首曲目，有2到3分钟的免费试看。如果你想看完整版呢，花20美元就行。最早的时候付费只有1年的有效期，但现在是一次性买断，永久观看。不过像23年 aespa 的 VR 演唱会就有点遥遥无期了。APP 上已经预告了2年，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放出，我怀疑是跟 SM 合同到期了，或者后续收益分成没有谈拢，不然早就应该上了。而且当年 aespa 出道就有以元宇宙的概念做宣发，只能说最后没有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这 Amaze VR 的主界面，你甚至还能切换到 MR 模式，把每个艺人的水晶人牌拿起便能放置启动，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到 aespa 水灵灵的走进了你的房间。这种模式其实搬到国内很简单的，无非就是现在 VR 大空间的简化版，你都不用按千米算的大空间，哪怕够几十个座位就行。在几个大城市的商场1楼搞个1-2个月的线下快闪，以及授权给 VR 体验店，那这些 VR 体验店可以自主申请要应用安装包，然后双方之间再给一定的分成比例。线下巡演结束之后就可以上线 Quest、Pico 和 Vision Pro 商店。这时候有朋友就说了，国内买 VR 的人都没有几个，粉丝们专门为一场 VR 演唱会买头显不太现实。这就是你们只关注数码的宅男完全不了解粉丝经济了。追星的人是真的会氪金，实打实为偶像冲业绩，哪怕是杂志封面都要一个人人均3本杂志起步。你 VR 演唱会单价定在70-80的话，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洒洒水。比如有些男明星代言衣服追星的女生自己买的，虽然不能穿，但是也会买过来给自己的老公和男朋友穿。那这有些内裤穿3年的大老爷们都不得不对这位男明星感恩涕零，希望他能多接商务代言。所以没有 VR 头衔完全不影响他们给偶像冲业绩，因为 Quest 和 Pico 都是有网页商店的。你把每个明星 VR 演唱会单独拉出来，以 DLC 数字专辑 MV 的方式售卖，或者弄个包月套餐，你再搞一个 VR 演唱会的热度趋势榜，粉丝之间不自觉就会攀比销量起来。就算没有 VR 头衔，也可以在网页端直接购买。然后头衔呢可以直接租赁 ，Pico 官方自己也可以搞个租赁业务，也可以从闲鱼上租赁，就能体验到这个 VR 演唱会。几个粉丝一起租的话，那成本更低了，或者某些头目大粉自己直接买个2000块的头衔，再买 VR 演唱会租给其他粉丝用，这回本其实小几十人就够了，连2线经济都给他带起来了。那 VR 演唱会这种模式还有一种好处，就是 VR 制作方跟艺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再被动。Pico 以前在 Pico 视频花了不少钱请艺人过来做全景演唱会，但是有的常常过一定时间就下架了，没有长期效应，而且本身这种全景演唱会对没有头衔的粉丝没有额外的吸引力。目前 Amaze VR 演唱会的特点就是本身制作精良，加上前期线下巡演收获的即时观众素材，可以做成非常有吸引力的预告片来吸引还没有看过的粉丝来消费。所以艺人出新歌或者新专辑，想要搞个与众不同的宣传，就可以专门找你们定制 VR 演唱会或者 VR MV。VR 演唱会平台未来就跟现在的音乐平台一样，艺人有需求就可以跟你们长期续签在平台上卖自己的 VR 演唱会，他们也可以跟你们一起持续有收益分成。
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们也乐意用这种方式跟偶像达成近距离接触。另外，这种模式的硬件成本投入基本上是一次性的，你拍摄次数越多，你每一次硬件成本都会被分摊掉。真正持续花钱投入的大头就是请人做 CG 后期的人工费，毕竟定制就是定制在这一块。再随着后面几年 MR 混合现实加 4D 高斯坡件技术的成熟和落地，在实际效果方面可以更加多样化，成本也有机会进一步降低。所以这一行即便在2030年之前不够基础来做，但是在2030年后绝对有希望成为 XR 娱乐消费这一块的主力赛道。那现在就看哪些大佬敢提前在国内下海布局了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我们是永远关注最一线 VR 游戏和 XR 技术应用的 Loading VR 载入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X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。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